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了第二周，大家从各大媒体上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报道，有正面的报道，有负面的报道，而且呢，在网络上也充斥了大量的假消息。可能你也看到有些是俄罗斯过去航展上的视频，也拿来作为他们这一次战争的一些报道。那么还有一些呢，甚至呢给这个战争完全不搭界的这些照片都拿出来报道。所以说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真的现在是一言难尽。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起来分析和探讨一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的走势有哪些。最近呢，非常有意思，我看到英国广播电台的中文频道呢有个报道，也就是英国的 BBC 了，非常有名啊。他报道了什么呢？他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啊，这个战争将何去何从？BBC 给大家盘点5种可能的结局。这第一种结局就是俄罗斯速战速决，在数天内或者数周内占领整个乌克兰，攻下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是其中一种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可能呢好像是不可能。为什么呢？第一周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占据好像并不十分乐观。当然，这种可能性有2种方面的可能。一种方面，像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像美国反复强调的那样，特别是昨天美国的国务卿也说，有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它的油料供给不上，或者它的补给供给不上，这样造成的它进攻的延迟。另外呢，还有西方媒体报道，因为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接受到了西方的很多反坦克武器和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这样呢对俄罗斯的进攻呢达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那么还有人报道呢，乌克兰招揽了大概1-2万的这个国外的自告奋勇的这个军人。实际上呢，有人说这些军人有可能就是美国、英国的他们特种兵，以个人名义到乌克兰去参战，实际上是政府派他们去的。当然，这咱们不得而知了。就是到目前为止说，这是第2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实际上有人说，普京可能没有愿意立刻把基辅攻下来，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攻下来，这个基本上就宣告被攻击的这个国家呢就彻底失控了，那么攻击这个国家呢彻底战胜了。那么现在网络上传出来一种说法呢，说普京他实际上在进行这一次乌克兰战争这个过程中呢，他也考虑到很多因素，尽管这场战争对他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他也想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影响。例如，他开战的同时就向他所有的军队发布命令，说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那么尽量避免伤及这个平民。那么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将近2周的时间呢，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平民的损伤的数字呢，相对于过去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来讲，它的平民的伤亡呢是相对很小的。当然了，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我们感觉到乌克兰人民的伤亡呢是非常不值得的，也非常呢是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那么也就是俄罗斯的军队不愿意，特别是在平民撤走之前，他不愿意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主要的城市进行攻击，因为主要的城市呢，大家都知道人口是非常多的，如果你没有任何顾忌的去进行轰炸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平民的死亡。所以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军队呢，实际上它是尽量想避免平民的死伤的。另外的一种程度上呢，也减缓了它的进攻基辅的这个整个战争的进程。所以说它也就不可能像过去所说的速战速决，3天5天打下基辅，占领整个乌克兰，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间接的分析和判断，具体这个战场的形势呢瞬息万变，请大家注意观察后续的一些报道。BBC 讲它第2种这种战争的结局有可能就是持久战，
也就是像刚才分析的那样，如果说俄罗斯无论什么原因，它不能尽快的把现有的乌克兰政府推倒，不能尽快的占领主要的大城市，那么它就不可能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这样呢，也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利用乌克兰的人民，利用乌克兰呢，把俄罗斯拖入一个战争的泥潭，让他抽身不得。那么这同样呢，也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持久战呢，对双方的这种物资消耗了，对双方的这个军事人员的死伤人数，而且对两个国家的人民的拖累呢，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持久战实际上对乌克兰、对俄罗斯都不是好现象。当然，我相信，西方国家的人民都不愿意看到，因为老百姓来讲，都希望世界和平，而不希望任何战争。战争对老百姓来讲，永远是创伤，永远是伤害。他所提到的之所以有可能出现持久战的状况，同样是说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俄罗斯部队本身供给不足，那么他就不可能速战速决，不得不打持久战。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俄罗斯有可能它的汽油供应不上，它的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当然，我们必须要搞清一点啊，这个俄罗斯是一个产油大国，它的油料不可能供应不上。那么俄罗斯是一个产粮大国，它的小麦的出口量是占世界第1位，所以说它不可能是因为粮食短缺而不能打仗。那么它是不是因为缺钱不能打仗？这个倒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非常大的经济制裁，当然这个经济制裁呢实际是双刃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迟迟没有这个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因为他们对石油禁运，他们国家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呢，欧洲是一个非常大的输家，因为首先呢，是通过这场战争，欧洲不得不被道德绑架。本来过去几年呢，他们和俄罗斯之间呢，有这种各种这个经济来往啦。有特别是北溪2号这些呢，就是说有可能帮助欧洲解决他们的燃料的危机。那么现在他们不得不停止使用俄罗斯的这种油啦或者天然气啦，当然这对他们国家的能源危机呢会更加加剧。另外呢，还有一点，通过这场战争呢，欧洲不得不跟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这是过去美国呢一直担心的，因为美国担心欧洲呢逐逐渐渐和俄罗斯会走得越来越近，所以说这场战争呢，实际上真正的得益者是美国政府，而不是欧洲政府。另外还有一点呢，媒体上大家都可能反复来强调了，有可能这个乌克兰军队呢一直有外来支持，包括一些导弹啦，这个经济上的支持啦，人道上的援助啦，那么这就有可能让这乌克兰的军队呢，它的抵抗能力能够持续的更久。那么这样呢，也就有可能会更加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的速战速决。当然了，特别是最近这个西方国家派出了他们说是志愿的这种个人呢，到乌克兰成立海外部队。这个呢，如果这些部队并不是真正的自愿的，是他们的这种特种部队派过来的，那么这个战斗力呢还是蛮强的。虽然只有1万多人，另外这个后续呢有可能还会增加。最近大家可能也能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甚至鼓励波兰，让他们把军用飞机这个送到乌克兰。他怎么说呢？他说：“哎，波兰，如果你把过去你们所有的苏联时代的那个战机呢，免费赠送给乌克兰，那么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可以给你 F-16战机。”这非常有诱惑。但是后来好像波兰政府发言人说，他们呢不打算把他们的战机送给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的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西方国家这个进一步介入深入的话，就相当于对俄罗斯的宣战，这样呢就把整个波兰人民也放在一个战争的这个危险之中。所以说波兰呢最后没有按照美国的那种建议去做。第三个这个战争的结局呢 BBC 总结的，他说有可能是欧洲战争。实际上第1周的时候大家就一直担心啊，就是说当时俄罗斯派兵进驻乌克兰以后呢，特别是西方国家反复这个打舆论战，
站在舆论的高地。另外呢，他们虽然说不敢派兵直接介入这个战争，因为怕引发核战争，但是呢，他们仍然派了很多部队在波兰啦，也就是说，在俄罗斯附近的呢，其他的北约的那些国家呢，派驻了很多北约的部队。他们一方面是防止俄罗斯趁机接着向其他国家进攻，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可能随时准备战斗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 BBC 就分析呢，在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呢，一旦擦枪走火，就有可能引起整个北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这个北约和俄罗斯正式开战，俄罗斯如果打不过北约的话怎么办？它就有可能会启动核战争。大家都知道，核战争呢对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毁灭。我记得非常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但我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如果再想打仗的时候，只能拿着石头和棍棒来打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开打，引起了核战争，对整个人类就是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大家谁都没有先进的军事武器了，大家只好再打仗呢，就拿石头和棍子来打。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很早很早之前，这个爱因斯坦就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经有了预判。 BBC 讲呢，第四个战争发生的结果有可能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但是我自己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第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战争发展到目前为止，我非常怀疑北约会真正介入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呢，如果北约真正介入，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北约和美国一直不会真正派兵来介入这场战争，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靠这个双方的这个政治解决。其实大家上一周可以看到呢，实际上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就表现出来要对话，他们已经谈判了2次。那么第一次呢，当然是不欢而散，因为双方提出的条件对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第二次和谈呢，他们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双方一致同意开启人道主义这种通道，也就是说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呢通过一种通道，然后能够安全的到波兰到其他欧洲国家去，这样呢实际上是人道主义的。那么同时可以看出，这个俄罗斯政府也好，乌克兰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愿意把乌克兰人民拖入这场战争，想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这个呢是目前为止比较正面的这个动向。那么咱讲到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呢，实际上最容易解决的有一种方法，也就是美国和北约出来保证一下，我们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样呢，实际上普京就有台阶可以下来，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就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好像美国和北约并没有意愿出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以前曾经做过一期北约东扩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实际上在这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前和之后，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都已经给这个普京见过面，而且后来也进行了电视通话。实际上他们欧洲的这些国家元首呢，还是在极力想调停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个人认为呢，真正能够立刻终止这场战争呢，就是要么北约能够站出来说，我们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呢就是画个底线，不再继续向东扩，这是第一个最有力的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第二条呢，是现在乌克兰的总统，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个美国和北约不可能派兵出来支持他，那么他来让步说，我们以后呢保持中立，保证不加入北约。那么这样呢是第二种有可能很快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的方法。当然最近从这个各大媒体报道呢，好像乌克兰方面也释出了这种愿望，也就是说未来的谈判中间有可能把乌克兰
不加入北约提到台面上来。那么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双方达成一致的话，可能这个和谈呢就进入了非常有利停战的那种阶段。当然，两个国家之间的谈判呢，一定要带有诚心啊，而不是为了拖。很多这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往往谈判是为了拖时间，并不是真心的想达成这个目的。如果那样的话，这个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到最后受连累的只是老百姓。但是我现在认为他们谈判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可能很难达成协议，也就是领土问题。因为据最近乌克兰的发言人讲，他们有可能会放弃加入北约，但是呢，在领土问题上有可能寸步不让。但是实际上，乌克兰前面我也讲过呢，他们国家存在着很多这个领土纠纷啊。一方面，大家可能听说克里米亚危机，因为克里米亚原来呢它是个共和国，加盟共和国。如果乌克兰要求在谈判的过程要求我们可以不加入北约，但是我们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另外呢，要求现在俄罗斯承认的两个独立的国家不再独立，那么这个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它可能也是会提到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乌克兰必须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么或者乌克兰呢，你必须承认现在这两个共和国独立。那么这个呢，估计对双方呢都是一种非常难以接受的条约。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想真正能够很顺利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争，必须有个中间的调停人。这个大家可能从古代都知道，如果有中间的调停人呢，往往会两边劝，对不对？劝俄罗斯。那么现在乌克兰已经让步了，你呢也要做适当的让步。那么同时劝乌克兰，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大兵压境，你也看到了西方国家不肯出兵，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乌克兰人民的利益，那么你也要适当的让步，双方呢都做了适当的让步，才能正式的最后达成一种协约。那么这个第三方的调停人非常重要。在网上呢，大家可能看到有些人说，是不是要北约来调停？北约来调停呢，因为它有点拉偏架呀，我估计是越调停越乱。所以说呢，我自己认为呢，北约、美国、法国、德国可能都不能成为这种调停人，因为他们调停的时候，他们也很为难。如果最后协约签下来，就是对这个俄罗斯有利，那么他们国家的人都会骂他们，对不对？如果他们签下来对乌克兰有利，当然俄罗斯又不同意。所以说，这个调停的人呢，最好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一定的这种友好的关系，没有矛盾，这才好。那么网上也有人说，是不是中国应该来调停？中国调停这个问题也很麻烦，为什么呢？同样的问题，调停好了，那么要对俄罗斯有利了，西方媒体不高兴，西方国家不高兴；要对乌克兰有利了，当然俄罗斯不高兴。所以说现在呢，很有可能这个调停人应该是什么？就是给西方关系也比较好的，例如前面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了，那么土耳其如果站在这里调停，土耳其呢给俄罗斯的关系也不错，如果土耳其出来调停的话，有可能双方都能够接受。调停无论什么结果，这个西方国家也不会去埋怨这个土耳其。另外还有呢，前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总理也给普京通了电话，那么希望呢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以色列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中间的调停人，咱们当然后面也拭目以待。另外第5条，这个 BBC 总结出来说，有可能出现的战争结局是普京被赶下台。也就是说，他分析了，当然提了很多原因了，包括这个战争处于焦灼状态，那么俄罗斯内部的反战的声浪会越来越高，到一定程度上呢，再加上西方国家的从中间的这种挑拨了，或者说支持反对派了，有可能逼着普京下台。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战争也有可能结束。当然，这个是不是战争的一种走向，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就一定会这样发生呢？很难说现在。所以说现在呢，到目前为止 BBC 总结出来5种发展方向和战争的结局。第一是速战速决，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是持久战，也就是把俄罗斯拖入这个战争，长期不能自拔。他撤走了，可能也不行，
不撤呢，可能还不行。这是第二种结局。第三种结局呢，是把欧洲拖入这场战争，那将是这个世界的灾难。所以说呢，我们都不希望第三种结局的发生。第四种呢，是这个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就是通过双方的谈判，最好呢有中间人来调解。如果没有人调解的话，双方很难争出个结果。如果有中间人来调解，这个谈判呢就非常容易达成共识。那么尽早结束这场战争，让乌克兰人民呢尽早回到他们的家园，那么让这个世界尽早恢复它的这种正常的秩序。当然这种呢是最好的。最后一种，当然他们说有可能普京下台，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当然了，我认为是西方国家的期待，会不会成为一种现实呢？我们还要向后面观看。好了，今天呢就简单给大家分析这个乌克兰局势，分析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发展走向，仅供大家参考。如果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在我下面留言，我会尽量回复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谢谢你收看。